凭什么不退我押金？赶紧帮我看这银元能值多少钱？我卖了之后吧，准备去买桶油漆。年轻人做事千万不要冲动，何况买桶油漆根本用不了多少钱，何必卖银元大动干戈嘞？我不是要买一桶油漆，我准备要买10桶油漆。无良房东不退我押金，我要让他整个小区都知道他做了这个龌龊之事。你这是一块评级如何的北洋龙，而且还不是普通的年份，26年，在我们行内被称之为北洋龙王，入类是全世界范围内最权威的皮盒，状态整体看起来还是不错的。虽然评级没给分，差一分的状态也不便宜啊！你这买1桶漆，你这是属于杀鸡用牛刀啊！年轻人，我劝你千万别冲动，冤家宜解不宜结。我给你简单的讲一下来龙去脉吧。你听完之后吧，肯定也是理解我的。我租一套3室2厅作为我的办公地点。上个月才签了这个合同。租期为12个月。因为啥吧？我是属于第一次做生意，咱没有挣钱的经验是吧？这干嘛呢？他给我赞助10来万块钱，说实话也不容易。那是。我这才干了2个月，生意没有任何起色。既然没有声音是吧？我肯定要及时止损，是不是？然后给房东打电话，他竟然不退我房租，而且还不给我押金，所以我要去买10桶油漆，好好的教这个房东是吧？做人。一般我们个人租房签的呀，都有租赁合同，无论房租和押金多少，首先你都得按合同来办事。考虑到你这生意不好，才租了2个月的时间，具体该退你多少钱，你们最好坐下来冷静商谈一下。像你这样，说实话，撕破脸闹下去，毕竟对谁都不好啊。关键是我一天给他打200个电话，啥味儿？他竟然一个也不接。之前还扬言说一切按合同办事。房租押金统统都不退。势不可忍，孰不可忍。说实话，你这一天打200个电话，是谁也受不了啊！你求人办事一定要有耐心，大家都是成年人了，你租房签合同的时候，那些条条框框你应该都看清楚。何况房子装修的那么漂亮，你这用油漆给人家破坏的话，不但房租押金要不回来，到最后你还得赔人家钱。你说这一冲动，你这图的到底是啥嘞？图的啥？人活一口气。我就是看不惯他那嚣张的样子。我咽不咽这口气。我随手拿了我叔叔的一块银元。你帮我看看，这都值多少钱？冤家宜解不宜结。总而言之一句话，还是希望你做事不要太冲动。你这个随手拿咱叔叔的一块银元啊，这可不是普通的银元。26年的北洋龙存世量首先极少，你看它标注的是1900年。那一年被称为庚子国难，八国联军进中国，烧杀抢夺，无恶不作。所以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，当年它这个银元的铸造量是少之又少，所以26年的北洋龙被称为龙王。而你这个入的是 PCGS 的盒子，首先真假没问题，虽然没给分，但是差一分的底板足以说明银元的状态还是不错的。壁面你细看啊，这一点流动痕迹说实话都不明显，而且还带来一层淡彩。龙阳主要是看它的龙鳞，龙鳞可以说是非常完整，高额头满龙鳞，而且字口啊也是全身打，字面的满纹你看一下，没有丝毫的磨损。就目前你这个品相而言，在26年的北洋龙里边，状态可以说是中上等了。说实话，这块银元个头不大，但是现实生活当中很少有人买得起。初步给你估价3万以上。这一块银元你能给我3万多吗？对。老板，你必须得看清楚了，这可不是开玩笑的。怎么可能会那值钱呢？我感觉这也都是1-2千块钱差不多。1-2千块钱买不着龙阳，何况你这个是26年的北洋龙王，光裸币评级入盒差不多都上千了。因为考虑到你这个银元不是你自己的，建议你赶紧跟那叔叔还回去，说不定啊他花好几万买回来了，你这拿出来变现也不太合适。我真不知道还能值那些钱，早知道就给他借个500-800的了。我也回去给他找钱去买个油漆吧。临走之前，我再好言相劝一下，千万别做傻事。你这年轻啊，没有太多社会经验，这事儿啊还得好好的跟房东商量。千万别买漆，别干傻事。我的事你也别管了。